我觉得我的邻居很可怕，因为我每次下班回来的时候，他总会开门盯着我。早上就在我刚反锁好房门时，一阵吱呀的开门声在我身后响起。按常理说，刚好碰到对面的邻居没有什么，而这声音却让我后背发毛。我僵硬地转过身去，透过对面房门的缝隙，看到了一张满是沟壑的脸，空洞的眼神仿佛要将我吞噬，干枯的皮肤像是树木一般紧紧地贴合在面孔上。出门上班啊？一道苍老的声音从门缝处传来，我僵笑着对他点了点头，便赶紧跑下了楼，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我是3个月前搬进这栋老式居民楼的，之前跟那个老人家并不认识，可自从我搬进来的第2天起，无论什么时间，他总会开门跟我打声招呼，就算到了深夜也是如此，他就像是伫立在门后时刻监视着我一样。最可怕的是上周，我刚回家时，突然听到楼道里传来一声巨响，我吓了一跳，捏紧了手中的手机，犹豫地探着头朝着楼上望去，只见那个老人家正站在楼梯口，死死盯着我。他的手中捏紧着一把钳子，地上到处都是碎玻璃，隐约还有一丝血迹从他手中的钳子下渗出。我吓了一跳，浑身汗津津的。楼道的窗户大开着，风吹得呼呼作响。我眼不眨地盯着他手里的钳子，颤抖着声音问他：“老大爷，你在做什么？”楼道窗户坏了，我想修一下。阴沉的声音响起，老大爷眼睛微眯，皱着眉头的模样，伴随着一阵冷风吹来，我忍不住打了个战栗，慌忙跑回了家。由于前一天晚上并没休息好，我蔫蔫地躺在床上。就在我准备拿起手机点个外卖时，门铃却突然响了起来。我感觉有些奇怪，明明我还没点外卖，可等我趴在猫眼上看的时候，我被眼前的一幕吓得连连后退。是那个老大爷，他的手上好像还拿着什么东西，白花花的。我紧张地询问老人有什么事，老人就仿佛听不见一样，一直按着门铃。我翻找出拖把攥在手中藏到身后，缓缓地打开了房门。只见一盘饺子推到了我的眼前，并告知我这是他自己做的饺子，知道我喜欢吃，便给我准备了一些。我咽了口水，但还没来得及拒绝，他直接转身走回了自己的屋子。我一脸莫名其妙地把饺子放在了桌上，却突然反应了过来哪里不对劲。我从没有跟他聊过天，他是怎么知道我喜欢吃饺子的？我突然想起我每次出门倒垃圾，他从门缝里偷看我的样子，我突然意识到他一定在监视着我。我如鲠在喉，理智告诉我还是少跟他接触一些会比较好。之后的几天，我每次开门关门，包括走路时，都刻意地收敛了声音。从那之后，我便再没有在楼道里遇到过他开门，我松了一口气。直到后面有一天晚上回家，刚好撞见老大爷家的房门大开着，他倚在门口大口地喘着气。大爷，您没事吧？我犹豫着开口，原本有些害怕他的情绪在这一刻也抛之脑后。我看着他面色苍白，状态十分不对劲，赶忙拨打了电话，把老人送进了医院。后来我从居委会的口中得知，老人的儿子因为在国外工作已经很久没回来了，幸亏我把他及时送医，并没有大碍。而之前老人奇怪的举动，是因为阿尔茨海默症，他自己却不知道，而我正与他孙女的年龄相仿。由于前一天晚上对于吓到我表示歉意，这才特地包了他孙女最爱吃的饺子递给我。听完后，我隐约觉得心里有些难受，忽然觉得他没那么奇怪了，他只是害怕孤单。我们埋在地下的时光胶囊里，出现了一张无人认领的纸条。本以为是一句玩笑话，可没想到真的有人死了。一声尖叫从卫生间传来，等我赶到时，芊芊已经瞪大了双眼，僵硬地躺在卫生间里，仿佛在生前看到了恐怖的景象。芊芊死了！一瞬间我如坠冰窖，整个人被定在原地。我颤巍巍地询问雨墨：难道真的是他？我的脑海中都是那张红色的字条，雨墨也被吓得说不出话来。我哆嗦着拿出了手机，拨通了报警电话。说明情况后，我脚下一软，跌坐在地。原本今天我来这里是参加初中同学的聚会，当年我与芊芊、雨墨共同埋下了一个时间胶囊，相约在15年后的今天打开。可现在出现了一张不属于任何人字迹的纸条。你说会不会是小美啊？当时她就偷我的笔，发现了之后还说是她自己的。肯定不是，我都不认识她。写纸条的人是要杀了我们所有人，他一定对我们非常怨恨。那就是杜芳了，那个转校生，整个人土里土气的，平时也不愿说话。那件事儿我们也不是故意的，他应该不会记仇吧。还记得那个学期一直是杜芳帮我们带早餐，到了周末我们偶尔也会找他玩，但他总以在家照顾他残疾的妈妈为理由拒绝我们。直到有一次他忘记了给我们带早饭，芊芊就编了个谎话捉弄他，我在一旁并没有阻止。也正因为这句玩笑话让杜芳出了车祸。
后来听说杜芳的妈妈是在得知她出车祸的消息后着急出门，不小心从楼梯上跌落出了意外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再也没有见过杜芳了。你说她当年会不会已经死了？雨墨颤抖地问道。啊，少自己吓唬自己，现在已经15年了，我们不也活得好好的？芊芊也有些紧张，起身留下了一句我去一下卫生间便离开了。哎，小兰，看朋友圈，平时你还去社区给孩子做心理疏导啊？做心理医生是不是很赚钱啊？我去给孩子疏导心理问题不是为了赚钱，其实很多孩子都有心理疾病，我自然会多关注一些。小孩子哪有什么心理疾病？你想出名赚钱还说这么多场面话。你不觉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做了很多伤害别人的事吗？那些事很有可能会给别人造成一辈子的影响。得了吧，当年怎么没看出来你这么善解人意啊？现在倒是装起好人了。雨墨的话让我感觉心中无比的愧疚，我十分的后悔当时我没有及时站出来。我们那时候所谓的玩笑就是对杜芳的伤害，所以我才想让更多的孩子不要成为当年的我们，这也是我成为心理医生的原因。我不可置信地看着倒在面前的芊芊，曾经的挚友就这样躺在我的面前，一种莫名的恐惧萦绕在我的心头。一定是他说了会在15年后来杀我们。雨墨惊恐地看向四周，跪伏在地上，嘴里喃喃道：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，我现在好不容易出名了，我可不想死。看着他惊吓过度的样子，仿佛杜芳就在我们的身边。突然传来的声响让我感到紧张，雨墨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空气在这一瞬间凝结，仿佛门背后有一双凶狠的眼睛正在瞪着我们。警察，开门！我顿时松了一口气，随后警察对现场进行了简单的排查。死者死于心脏病突发，我们还在他的包里发现了治疗心脏病的药。经过我们的初步判定，死者是因为没有及时用药导致并发身亡。现在登记一下，如果有什么情况，我们会通知你们到局里协助调查。警察离开后，雨墨叹了一口气，他着急地收拾着东西，连招呼都没打就慌张地离开。看着他慌不择路的样子，我只感到一阵恶心。他和上学时一样，从来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我看着雨墨坐上了出租车离开，慢慢地点燃了手中的纸条。我们15年之后打开它，一起看看我们都埋下了什么。杜芳，按照约定，我让他们看到了那张你写的纸条。师傅，假如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跟你开了一个玩笑，可这个玩笑却毁了你的一生，现在那个同学知道自己错了，向你道歉，你说你会原谅他吗？如果是你，你会原谅吗？本楼禁止发出超过55分贝的噪音，违者即处死。我一脸疑惑地看着消息，心里泛起了嘀咕：谁这么无聊，搞这种恶作剧？可当我看清发照片的人，整个人突然愣住了。怎么是楼长老梁？老梁50多岁，一副老干部的形象，从来不爱开玩笑。难道他的手机被盗了？还没等我发消息询问，一条群公告又弹了出来：为保证各位业主的人身安全，请务必遵守规则。此时业主群里炸开了锅，不是吧，这是搞事情呀，谁这么无聊？这种无脑的消息你们也信？一看就是假的。有的人就喜欢兴风作浪，无中生有，就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。我自己出钱买的房，别人管不着，又搞了新花招来整我们，也太小儿科了吧。嫌吵就搬出去住，整天想这些花花肠子，就是闲的。看着402两口子的霸道发言，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402夫妻俩经常吵架，每次闹出的动静都很大，像拆家一般，特别扰民。起初有邻居去楼长那里反映过情况，老梁委婉地提醒过二人，可对方不仅不领情，还说他是嫌吃萝卜淡操心，所以他可能认为这条消息是我们合伙骗他。我可没骗人，老梁应该是被盗号了，像他那种一本正经的人不可能开这种玩笑。切，那可说不准，万一他转性了呢？大爷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501发的是语音，声音很大，周遭还有刺耳的音乐。我心头一惊，这肯定超过55分贝了。我住在501楼下，出于好心，我私信提醒他小点声。501秒回了一个无语的表情，以示不屑。可下一秒，501撕心裂肺的歌声响起，我心头一颤，莫名的紧张。1分钟、2分钟、3分钟过去了。楼上的歌声一直在持续，看来真是恶作剧。与此同时，402的争吵和摔大声也钻进我的耳朵，这才是常态吗？我暗暗想着，此时的嘈杂声不如以往刺耳，反而让我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我悬着的心刚想放下来，
可就在下一秒，一声尖叫传来，嘈杂的声音戛然而止。我吓得打了一个寒战，整栋楼瞬间变得一片寂静，仿佛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有人听到声音了吗？我手抖地在群里发了消息询问，然而却没有任何人回复我。我胆子向来比较大，但此刻我也根本不敢发出任何声响。可又过了一会儿，外面依旧没有任何响动，群里也寂静无声。犹豫半晌，我作死般的悄悄打开房门看去，楼道里也是一片寂静，时明时暗的灯泡让原本非常熟悉的楼道变得非常诡异，真的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我吓得立马缩回了头，但也不忘了轻轻将门关上。手机提示音再次响起，是楼长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，嫣红的血浸染了破碎的窗户。402和501违反规则，已处理完毕。我的身体像结了冰，脑袋一片空白。又一条消息将我无情地拉回现实。刺激吗？下一个就轮到你。我悚然一惊，浑身汗毛炸起。我明明没有发出声响，那他为什么来找我？下一秒，门外响起敲门声，我的心一沉，毛骨悚然地看向猫眼，正是楼长一脸鬼笑地提着一把刀。冷汗湿透了我的衣裳，我死死捂住嘴巴，顺手捏住了身侧的凳子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敲门声终于停了下来。我仔细听了好一会，门外确实一点声音都没有。难道他走了？又等待了片刻，就在我以为自己安全了的时候，手机又收到了消息，屏幕上出现了2个字：回头。我后背已经瞬间湿透，这是4楼，人要进来只能走门，他肯定在吓唬我。我眼角的余光瞥见窗户，上面似乎有什么东西，我机械地转过头，一张惨白的脸正悄无声息地贴在玻璃上看着我，我两眼一黑晕了过去。小冉，小冉！再次睁开眼睛，老公一脸担忧地看着我。回想起刚才一直重复的噩梦，现实的老梁家就是住在502，家里还有一位老母亲，她是个很好说话的人，对业主几乎有求必应。然而她的善良却成了伤害自己的利器。老梁的妈妈有很严重的心脏病，怕响动更怕刺激，老梁多次交涉未果，直到3个月后，老梁的妈妈病情加重，老梁再次和他们交涉，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。402和501一如既往的嘈杂，甚至是为了报复，比以往更大声。妈妈离世后，老梁一直走不出来，觉得402和501是间接的杀人凶手，于是对他们痛下杀手。而我意外地目睹了作案过程，老梁因为犯罪被抓了，可这场噩梦般的场景一直在我的梦中挥散不去。我想不清楚为什么那些曾经因为发出噪音会在群里道歉的邻居，现在却变得如此的蛮横自我。当初如果大家多互相谅解，是不是就不会产生这样的不幸了？请注意听。接连几天，墙那边都会发出这种奇怪的声音，就好像是用手指不停扣着墙。但我却敢怒不敢言，因为我的邻居真的很可怕。第一次见到他是我刚搬进来的时候，男人面对着门一动不动，看起来有些怪异。本着邻里和睦相处的原则，我主动上前跟他打招呼。但在他转过头的瞬间，我还是被吓了一跳。一块巴掌大的印记在脸上，头发凌乱，几乎掩盖了他深陷的眼眶，使他看起来很阴森。我努力挤出一个不自然的笑容，他直直地看着我，突然把脸凑到我的跟前。这诡异的行为把我吓得一哆嗦。见识了男人的古怪后，我祈祷着和他不要有任何交集。然而当天晚上，隔壁就传来了敲墙声。起初我以为是男人在挪东西，并没有在意。可是今天半夜，这扰人的敲墙声再次响起，似乎比昨晚更用力。噪音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刺耳，我的心烦躁不止。尽管觉得隔壁男人不好惹，可我还是泄愤似的用脚踹了几下墙壁，企图给对方一个警告。可对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扰民，相反的，敲墙声越演愈烈。怒火中烧的我更用力地踹了几下墙。隔壁突然停了下来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可接下来，隔壁就像疯了一般，震得我耳膜和心脏极其不舒服。我忍无可忍，冲出房间直奔隔壁。门被打开的瞬间，一股冰冷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男人阴森的脸赫然出现在眼前，房间居然弥漫着一种红色的灯光，这一幕让我的脑袋瞬间短路。几秒后，我结结巴巴地表明了来意，希望他不要再制造噪音。但男人一言不发，只是死死盯着我，让我感到心里发毛。我逃跑似的回到了家，但是不久后，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，可我却没有勇气去质问他。第二天清晨，因为没睡好，我浑身不自在地起了床。吃早饭时，一条新闻吸引了我的眼球。麻吉是一个女孩下班路上离奇失踪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我还特意看了眼事发地，居然离我住的区域并不远。晚上下班回家时，我在楼梯口又遇见了隔壁的男人。男人手里正拿着一把铁锹，阴森森地站在那里。一瞬间，我感觉毛骨悚然，我紧张地和他打了声招呼。男人并没有回应我，依旧死死地盯着我。我硬着头皮从他身边经过，然后逃命似的甩开步子，锁好门的刹那，瘫软地坐在地上。一想到那个男人盯着我的眼神，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，抓起手机给闺蜜打去电话，希望能在她家借宿一晚。这个房子我是真不敢住了。在朋友家里，我终于睡了一个安稳觉。一早醒来，手机上弹出一条新闻：失踪女孩在山上被人发现，已经失去生命体征。变态！我暗骂了一句。突然，一阵敲击声再次响起，我的心一下子提了上来。循着声源找了过去，是闺蜜在敲击桌子。我问闺蜜：“你在干嘛？”闺蜜说她刚好在研究摩斯密码。一瞬间，我好像想到了什么。我用手在桌子上敲起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。你知道这个声音代表什么意思吗？3长2短3长，这个是 SOS， 求救的意思。什么？如果你的前任总在半夜给你发消息，你会回复吗？我想你了。深夜，一条不合时宜的短信让我猝不及防，因为是陌生号码，我以为只是有人发错了消息，直到第2条、第3条接踵而来。你就这么离开我了？你怎么这么狠心？我的脑袋轰的一下炸开，突然回忆起曾经被某个人支配的恐惧，脊背瞬间冰凉。这语气和说的话不是别人，肯定是前男友。可这是我刚换的手机号，他怎么会知道的？我的手心渗出冷汗，不想和他再有任何瓜葛，我自然没有回复信息。隔天我问了身边的闺蜜，奇怪的是，她们一口咬定从来没有把我的新手机号透露给她。然而在此期间，那个号码一直频繁给我发来信息，我希望可以看到你，我的生活里不能没有你。她不停地卖惨，诉说着对我的想念，可我却没有一丝感动，心里只有厌烦。直到有一天夜里，短信的提示音再次响起，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，我要去找你。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，他又在发什么疯？不会真的找过来吧？我的心跳骤然加快，但随即又安慰自己，我已经搬了新家，他应该不会找到我。可猛然间，我又想到了，他都能设法找到我的新手机号，难道会找不到我的新住址吗？一想到那个男人随时都会出现在我的眼前，我的手脚冰凉，神经绷得特别紧。我赶紧跳下床，将门窗全部反锁，然后瑟瑟发抖地躲在被窝里。可我总觉得有双眼睛在紧紧盯着我。那晚我一夜未眠。第2天一早，我立即行动起来，在我家门口和房间都安了监控，我还准备了防狼喷雾，把报警电话也设置为紧急联系人。尽管一切准备就绪，可我的心里还是很不安，整个人笼罩在恐惧的阴影里，生怕我开门回家时，那个男人会突然出现在我的身后。就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了好几天，可自从那条消息之后，他却再也没有了音讯。转眼来到了我的生日，几个好友来家里给我庆生。在我喝的微醺时，我再次收到了一条信息：我今天很想你，要是你在身边就好了。我知道你不会回复我的信息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没有任何人比我更爱你。愉悦的心情被前男友恶心了一把，瞬间变得很糟糕。然而他接下来的一条消息更是让我火冒三丈：你不理我也没关系，我去找你。
想到前段时间的提心吊胆，压抑的情绪终于爆发，我咬牙切齿地回复道：“那你来呀。”消息刚发送，那个男人立即有了回应：“真的是你吗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”第二天，当我醒来打开手机时，瞬间傻眼了。那个陌生号码竟然给我打了20通电话，我心里慌张不已，颤抖地翻着昨晚的信息，他只发了2个字：等我。我吓得吞了吞口水，为昨晚的口嗨后悔不已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声突然响起，我的汗毛瞬间立了起来，小心翼翼地挪到了门口。门外竟然站着2个帽子叔叔，我迟疑了一下，打开房门：“你好，请问你认识赵子路吗？”帽子叔叔神情凝重地问。我仔细想了想，然后摇了摇头。帽子叔叔没说话，却很严肃地看着我的脸。我有些紧张地问：“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在帽子叔叔的讲述下，我这才知道了整个事情的始末。原来和我发消息的那个人并不是我前男友，而是这个叫赵子路的男生。他的女友前段时间因意外过世了，而他一直在失去女友的情绪中未曾走出来。于是赵子路经常给女友号码发消息，诉说心中无尽的想念，之前一直没有得到回应。直到我沿用了这个号码，阴差阳错下回复了他的消息，他又惊又喜，尝试着拨通号码，结果都失败了。那条信息险些成了催命符，差点害得赵子路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幸好他及时被救了下来，可我依旧心有余悸。记市昨夜发生一起恶性伤人事件，目前凶手在逃中。我颤抖着拿起手机想要报警，男人淡定地说：“我劝你不要报警，因为在他们来之前，你已经没命了。”清早，我被一阵敲门声吵醒，男友正站在门外，他似乎有些疲惫，头发凌乱。他表明想在我这里暂住几天，我满脸惊讶他突如其来的想法，因为我们也刚认识不久。我和他是在餐厅里认识的，也是他主动来添加我的联系方式，经过几日的相处后，才刚确认了关系。我没有直接拒绝他的请求，微微抿了抿唇，还是让他先进了屋子。我倒了杯水递给他，询问起他为什么突然要在我家暂住。可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，眼神中仿佛隐藏着很重的心思，随后挤出了一个尴尬的笑容。遇到点麻烦。他的话中略带些无奈，还没等我继续追问，他低沉的话语再次响起：“我饿了，有什么吃的吗？”我愣怔了一下，平常我根本也不做饭，家里并没有余粮。那你等着，我点个外卖好了。我抓起了手机，扭头冲他挤出一个笑容来掩饰尴尬。下完单后，我望向了男友，又尝试着想继续刚才的话题，可他一直低着头，不停地摆弄着手机，气氛压抑的让我浑身不自在。我打开了电视，想着放点声音缓解一下，恰巧电视里正播放实况新闻。昨夜发生一起恶性伤人事件，目前凶手在逃中，伤者已送到医院抢救。各位居民如遇到有用线索，请马上通知。猛然间，我的瞳孔收缩，2只手不停地颤抖。男友的照片赫然出现在电视上，一瞬间我大脑宕机，眼神不自觉地瞥向了男友，而坐在沙发上的他不知何时已经抬起了头，全程淡定地看着电视中的画面。我捏紧了手机，下意识地想要报警，可男友的话突然缠绕在我的耳边，让我浑身一哆嗦。我劝你不要报警，因为在他们来之前，你已经没命了。我害怕地吞了吞口水，但身体却丝毫不敢动弹，依旧能感受到男友锋利的眼神在死死盯着我，似乎只要我有所举动，他立马会对我下手。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门口的敲门声突然响起，是外卖小哥。我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般匆忙地起身，男友却抢先一步打开房门，面无表情地说了句谢谢。我费力地踮起脚尖，在他身后不停地向外卖小哥使眼色。祝您用餐愉快。外卖小哥转身离开的刹那，我绝望的连眼眶都红了。我僵硬地坐在沙发前吃着饭，心里一直盘算着接下来该怎么办。入口的饭菜也在此时难以下咽，今天的外卖味道很怪，又咸又涩。我下意识皱了皱眉，随即灵机一动，我啪地把筷子拍在茶几上。今天这外卖怎么这么难吃？我一定要给他差评。男友的视线死死盯在我的脸上，似乎想看穿我的意图。我大气都不敢喘，刻意让自己的样子表现得自然一些。接着他也尝了一口外卖，随即皱起了眉头。是挺难吃的，对吧？这种必须给差评。我装作十分气愤的样子，在他未反应过来前麻利地掏出了手机。男友阴冷的目光一直在我脸上打转，我刻意屏蔽了他的审视，手上不停地摆弄着。陡然间，一股冰冷的气息笼罩着我，转头看去，男友不知何时森森然地凑近了我。啪的一声，手机滑落在茶几上，在寂静的客厅中尤为刺耳。
我手忙脚乱地去捡手机，男友却先我一步将它握在手里，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：打开。我吓得汗毛都立了起来，颤抖着解了锁。男友检查了评论内容确实无异后，才把手机扔给我。我下意识地松了口气。不久，门外再次响起敲门声，男友戒备地从猫眼向外望，是刚才的外卖小哥。不好意思，刚刚还有2杯饮料忘记送来。他满脸陪笑地举起了手上的饮料。男友迟疑了几秒，这才打开房门。就在他要关门的瞬间，豹子叔叔突然冲了进来。我在给商家差评前，先快速给骑手打了赏110元。我只能赌外卖小哥能看懂我的求救信号。最初小哥只是茫然，直到他联想到我挤眉弄眼的画面，才意识到我遇到了危险，所以果断报了警。深夜，我被一阵细碎的脚步声惊醒，我恐惧地畏缩在床上，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。我清楚地记得睡前已经将店里门窗锁好了，那屋外的到底是谁？我下意识地想要开灯，可当我的手触碰到开关时，突然反应过来，如果外面的人知道我住在店里，会不会闯进屋子里对我下手？与此同时，一束光从窗外映了进来，我瞬间屏住呼吸，死死捂住嘴巴，整个人不停地瑟瑟发抖。好在没过一会儿，那束光就消失了。我小心翼翼地翻找着手机准备报警，却发现手机已经黑屏，这才想到昨晚回来的太晚，忘记给手机充电了。悲催的是，充电器放在了外面的收银台上，我急得眼泪都要流了出来，该怎么办才好？大厅里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，还伴随着细细碎碎翻东西的声音，声音一点一点地敲打在我的心上。我鼓起勇气，蹑手蹑脚地下了床，因为害怕外面的人听到动静，连拖鞋也没敢穿，小心翼翼地掀开玻璃窗的帘子，观察着外面的情况。漆黑的大厅，一个身影正站在收银台前翻找着，嘴里一直在嘟嘟囔囔，可能是收银台里的零钱比较少。他愤怒地用力关上抽屉，吓得我一个哆嗦。猛然间，我突然想起卧室的房门没有反锁，我咬紧嘴唇，悄悄地走到了门口，小心翼翼地扭动着门锁，没想到还是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动。糟了！下一秒，哒哒的脚步声再次响起，而且越来越近，他朝卧室走来了。我的心跳再次加快，恐惧和紧张的感觉让我几乎窒息。突然，门把手被他来回拧了2下，多亏我反锁了门，他并没有拧开。嘎吱嘎吱的声音仿佛砸在我的心上，我用力捂住胸口，眼泪不停地往下掉。接连不断的窗棂声响起，我的魂都差点吓没了。巨大的响动让我毛骨悚然，我甚至能感觉到门板的碎屑落在脸上。在我以为他下一秒就会破开门的时候，声音却戛然而止。短暂的手机震动声响起，似乎是他身上的。他好像迟疑了几秒，才响起了渐行渐远的脚步声。就在我准备松一口气时，脚步声竟然又返回了。只是这一次，他并没有再靠近卧室。门外响起了一阵打砸声，没几分钟便没了声响。一阵漫长的等待，我悄悄掀开了帘子往外望去，在确认他确实离开之后，我才彻底松了口气。警察赶到时，我依旧没有从恐惧中走出来，说话依旧哆哆嗦嗦。看到店里被砸了一团乱，我泪流满面。警察同志，会不会弄错了？我平时对他很好的，他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呢？他是这一带的拾荒者，我记得他第一次来我店里要吃的时，不停地哀求我，我见他可怜，就给他煮了一碗面。那时的他冲我连连道谢。此后的日子里，他总是来店里讨要食物，我也从来没让他跑空过。渐渐的，他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落脚点，每天都来吃饭，而且还自来熟的把店里的废品据为己有。他的做法让我心里很不舒服，可是考虑到他身世可怜，就默认了他的行为。前天因为家里突发急事，着急关店门的我便把他拒之门外，但我也没想到这件事竟然让他怀恨在心。如果有人拿了你老公的电话，说他已经死了，随后又打来了视频电话，你会接吗？那晚我肚子隐隐作痛，到卫生间才发现自己到日子了，但家里没有多余的存货，我便让门外在打游戏的男友帮我去买卫生巾。他应了一声便直接出门了，可是等了很久他都没回来。看了眼时间，已经是半夜了，我不免有些担心，便给他发了个消息过去。怎么还不回来啊？男友很快便回复，你在哪？看到消息的内容我有些困惑，因为这根本不像是男友的语气。你是？他手机在我这儿呢。你是住在马吉小区吗？能说下具体位置吗？我这就给你送过来。看着消息内容，想到男友确实丢三落四，估计是把手机弄丢了。为了确定事情的真实性，我给男友备用机打了电话，可打过去发现一直没人接，但我还是担心对方是坏人，便警惕地给他回复了消息。他现在我联系不上，稍微晚点我再与您联系。不用了。面对这3个字，我有些疑惑，难道对方生气了吗？他再也用不上手机了？什么鬼？这句话让我有些慌神，接着对方的一句话让我突然手脚冰凉，脸色骤变。他已经死了。
我还来不及深想，对方直接就给我发来了视频电话。我彻底慌了神，手指开始不停颤抖，却始终不敢按接听键。对方的一系列举动都透露着反常。视频电话再次打来时，我直接挂断。对方见我不接视频，就拼命地给我打电话。此刻我忐忑不安的心跳得越来越快，不敢再往下想了，只能不停地联系男友的另一部手机，祈祷着他能平安。就在我绝望的快要流下眼泪时，另一部手机突然给我发来了消息：我到了。我脑子突然嗡的一下，是谁到了？是男友到了家门口，还是电话那头的人找到了我？我缓了一会儿，出于担心，我还是决定去门口看一眼。我小心翼翼地踢掉了鞋子，光着脚挪到了门口，随后朝着猫眼望去，可昏暗的走廊外面却一个人都没有。突然，半张脸从旁侧伸了过来，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我的冷汗唰地冒了出来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直接跌倒在地上。我捂住嘴巴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，不停地往屋子里挪。怎么不开门？我到家门口了。此刻我的手冰凉冰凉的，基本确定门口的人就是给我发消息的人。想到这里，我更加恐惧，紧紧咬住嘴唇。没过一会儿，门外就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，我的心又一次提到了嗓子眼儿。婷婷，开门，是我。竟然是男友的声音。我挣扎着从地上坐起来，冲向门口，可当我碰到门把手时，我又犹豫了。这不会又是坏人的诡计吧？我猛地把手抽出来，壮着胆子看向猫眼儿。当我看清男友的脸后，激动得差点跳起来。我赶紧打开门，警惕地四下瞧瞧，然后快速将他拉进屋子，果断反锁了门。你怎么了？男友一脸不解。我用力搂住男友的脖子，带着哭腔讲述了刚才发生的惊险一幕。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手机丢了。怪不得一直有人在给我的手机打电话呢，接了电话又不说话，我觉得很奇怪，后来干脆把手机给静音了。刚才还有一个人一直在鬼鬼祟祟的在门口徘徊，看到我从电梯里面出来，就神色慌张的离开了。经过我俩的分析，男友因为怕麻烦，所以他的手机密码一直设置的4个0，这才让那个坏人直接破解了。至于手机是被偷的还是丢了，就不得而知了。随后我们商量着说，如果这个人再打电话或者发消息来就报警。可是等了许久，那边与我们再也没有了联系。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们干脆在隔天补了一张卡。丢的手机也是老款的，正好换一台新的，也没必要再去找了。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，可几天后，小区业主群里的一条通知再次让我们紧张了起来。大致的意思就是提醒女性业主夜间出行注意人身安全，因为最近有不少女性业主反映自己被陌生男人尾随的情况，有的家里门把锁被拧，还有的是被人狂按密码锁。随后小区群里又描述了那个人的体貌特征。读完这些内容后，我的手心儿全是汗。男友若有所思地告诉我，那晚看到的应该就是他。难道从那晚开始，他就一直徘徊在小区里，对女性伺机下手？这样想着，我的鸡皮疙瘩又冒了出来。从那之后，我们就匆忙搬了家，后来的事情就不太清楚了。所以大家也一定要留个心眼，我们的手机密码不要设得太简单，不要给坏人有任何可乘之机。你在医院经历过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？1年前妈妈因病住院，我作为陪护也守在医院里。入夜，我想着帮妈妈打完水就准备回家，便提着热水壶走出了病房。走廊里格外安静，只有我一个人。一股阴风刮了进来，让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。我紧张的喉咙发紧，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。水房里只有一个人在打水，哗哗的水流声在这寂静的夜里显得有些突兀。我站在他的旁边，刚想拧开了水龙头，不经意的斜眼时，却发现那人的水壶已经满了，水溢了出来，躺在他的手背上，手背一片红肿。这可是开水，他难道不疼吗？水满了。我提醒了一句，赶紧帮他关好水龙头。哗哗的流水声戛然而止，女人猛地抬起头看着我，她的眼睛很瘆人，眼仁很小，几乎都是眼白。我害怕的咽了咽口水，小声的解释：你的水壶满了，水把你的手烫红了。女人机械地将手举起来，放在眼前瞧了瞧，然后又放下，接着提起水壶缓缓离开。自始至终她没有发出一丝声音，更没向我道谢。还真是个怪人。我打好水走出水房时，才发现走廊的灯突然莫名的闪着，甚至还有滋滋的火花声。一个行动病床迎面推了过来，床上盖着一块白布，下面躺着一个人。行走带来的风将白布翘起了一个边，我看到了床上那人黝黑的头发，真的是世事无常。我不禁叹了一口气，出于对死者的尊重，我赶紧避让。突然有人从身后猛地推了我一下，整个人不受控制地扑向了床上。好在我用力扶住了床沿，这才避免了尴尬。对不起，真的很抱歉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刚才有人推了我一下。我不停地和对方道歉。推床的2个人并没有吭声，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我，他们的眼神透着古怪。我心里有些恼火，但又有些害怕，于是我直接转过头去找推我的人，可是身后空无一人，竟
死一般的静，我不禁四下张望。诡异的是，走廊两侧病房都房门紧闭，乌漆麻黑，一种深深的恐惧感袭上心头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有意冒犯，请您原谅。我转过身，低着头不停地道歉。然而许久没人回答，我悄悄地抬起头，瞬间吓得脸色惨白，拔腿就跑。因为移动病床和那2个不3个人不知何时消失在我的视线里，全程没有一丝声音，头上的灯依旧忽明忽暗地闪烁着，发出滋滋声。我一路狂奔到满头大汗，依旧没能跑到妈妈的病房门口。妈妈的病房离水房并不远，但我怎么走这么久还没有到？我害怕的赶紧拿出手机，颤抖着拨打了妈妈的号码，可电话那头迟迟没有接听。我捂住了胸口，眼泪不停地在眼眶打转，再次环顾四周，这里是9楼没错，也是我熟悉的病房号。我愣愣地站在了走廊，仿佛整个楼层只有我一个人，强迫着自己冷静下来。一切的不对劲都从我碰上那个女人开始的。既然前进没办法找到出口，那我就退回水房，看看那里是否能找到原因。于是我转身往水房的方向走去，结果我发现我连水房都找不到了。正在我手足无措的时候，我惊喜地发现前方有一个病房的灯竟然是亮着的，而这个病房的门也开了一条缝。一阵冷风吹了过来，夹杂着一丝呜咽的声音。我的身体反应比脑子更快，直接开门就走了进去。进去后我才发现病房内只有1张病床，上面躺着一个人。不好意思，无意打扰，我找不到病房了。我冲着床上的人解释，然而门却吱呀一声关上了。我吓得险些叫出声，转过身用力去推房门，却怎么也打不开。今晚也太邪门了，我不会死在这里吧？就在我恍惚间，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僵硬地朝身后看去，身后站着的竟然是水房里的那个女人，她依旧面无表情地看着我。我不自觉地尖叫起来，赶忙退后一步。你不该来这里。一句话轻飘飘地传来，我的眼睛紧闭不敢睁开，只感觉一只手推了我一把。再睁开眼，我竟身在水房，水龙头哗哗地往水壶里注水。怎么回事？还没从害怕的情绪中走出，提着水壶走了出去。走廊上的灯安静地亮着，没有闪烁，也没有滋滋声。不远处的护士站里，护士们井然有序地忙碌着，一切都恢复了正常。难道刚才发生的事情是我臆想出来的？就在这时，我发现不远处2个人推着一个病床走过来，床上躺着一个人，从头到脚盖着白布。一阵阴风刮过，白布被掀了起来。这一次我不仅看到了对方的黑发，还看清了他的脸，她就是水房里的那个女人。我的汗毛全部炸了开来，快步往前走去。好在这次没出什么意外，我顺利走回了妈妈的病房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久才回来？给你打电话也没信号。妈妈看了看手机，我去了多久？都快1个小时了，你不会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吧？我不想让妈妈担心，没有说出刚才的经历，只是说遇到一个熟人多聊了几句。赶紧回去吧，明天还得上班。我放下了水瓶，和妈妈道了晚安，就走出了病房。之后的我再也没遇到过这种事，但是至今想起依旧心有余悸。